讲到这个咸蛋速冻啊，我已经好久都没有吃到那些年我们在大排档啊、大排档吃的那个味道了。现在也只能变成回忆了。啊，漂亮啊，关火。Hello，大家好，我是阿红，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厨房。那我这里是一个专门分享做菜料理，还有分享一些我在厨房的经验的一个频道。那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新进来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对做菜很感兴趣的话，也欢迎你们订阅我的频道，顺便也打开铃铛这样子我在更新影片的时候，你们会第一时间收到。OK， 那我们来进入正题吧。首先你要找回这个咸蛋速冻当初你吃到的那个味道，真实的味道这个东西并不难关键在选材料方面只有一个关键罢了，选材料方面速冻你就到海鲜市场或者是巴沙去买速冻买新鲜的速冻，然后再来是咸蛋咸蛋方面你就去买咸蛋就好了咯，你说巴沙或者超市去买2粒咸蛋回来，就这样子罢了set 的。首先是速冻啦，速冻你买回来因为还没有处理的嘛你就进行一个处理，该洗的洗，该扒皮的扒皮，里面东西挖出来。如果你们不熟悉的话，我有一个影片有一个影片是有做全过程怎么样处理，怎么样洗那个速冻的我们洗好了再来切那影片链接在上面，是这边还是这边我每次指错地方了嘞。再来是咸蛋咸蛋买回来它是你不要直接拿去水盆那边洗拿去水盆洗，你整个水盆脏，那完了，我们先来这样子处理。首先你的这个桌子你可以垫一张报纸还是什么纸都可以，你喜欢然后这个咸蛋我们先把它外面这层弄掉你先弄掉了才去洗嘛这样子就干净了那你弄干净这样子了嘞，你才拿去水盆那边洗，这样子你的水盆就不会整个黑黑这样子洗一洗干净它的这个表面就可以了。好，这个咸蛋洗干净了，我们就要开始把它的蛋黄给拿出来你就准备一个碟一个碗，我们把里面的蛋黄给拿出来。这个就是蛋黄了，好，把白拿掉，拿出来。非常漂亮，多一粒。这个蛋白呢，其实也不会浪费你可以拿来煮粥还是你拿来掺一点鸡蛋看你怎样煮了就不会浪费。然后这个咸蛋速冻我们会用到2粒的这个咸蛋黄才比较足够。那这个咸蛋黄不是敲出来就完事了的你还要进蒸炉，水开了我们直接把这个咸蛋黄放进来，然后盖上盖子，大火我们就大火蒸个10分钟那为什么要蒸呢等下后面我跟你们讲。趁着那个咸蛋在蒸煮的时候，我们有时间来切一下这个速冻。那我这边有250克的速冻我称了250克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切你就最简单的切法了这个你可以把它撕掉先，蛮大致一下这个直接切圈圈就好了有点厚度，自己家里煮没关系大个也好看一点。尾这边你就把它这样子开出来然后一倒下就好了。这边呢比较大片，开2。这个须呢太长的话，你就一段一段这边的话就开2就好了OK， 那要不要腌呢？要，大概给它一点底味。好，我们来加点盐，加点盐，胡椒。OK， 就这样，抓一抓，抓一抓就好了。那这个速冻等下是要炸的了等下炸的时候还有一个步骤我们先放一边给它去入味先打包起来。OK， 刚好这个咸蛋也是蒸好了对了，我们先放着等它冷一下先。OK， 我们来切，也不是切啦，就我们要这样子剁，你就这样子拍，
OK， 拍。OK， 你拍了你就比较好剁，把它剁碎。好，尽量可以碎的话，尽量碎一点。那现在我就可以来跟大家解答一下了啊，为什么这个咸蛋要拿来蒸啊？就是因为要把它弄碎 ，OK， 把它弄碎了，然后你下锅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起泡。OK 了，漂亮，好，把它装进一个碟子里面。啊，不要浪费啊，刮干净一点。那单靠这个咸蛋，味道呢还是差一点点的，我们还要加一点点的这些香料，比如讲就是这个咖喱叶，拿去洗一洗了哈，我们就这样子弄出来，再切一点这个小辣椒。OK， 这样才够刺激。所有的材料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炸这个手冻了。在炸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步骤，准备木薯粉，准备一点这个鸡蛋啊，我们只要用到那个蛋白。我们先加点木薯粉进来啊，给它先有一层保护。OK， 接下来我们再下一点这个蛋白哈，就够了。好，抓一抓。这个时候我们才来上粉，木薯粉。OK， 把手冻加进来。像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粉你尽量把它裹得均匀一点均匀一点，这样炸出来比较好看。然后一定要沾到粉哦，不然你沾不到这样你炸的时候就很容易脱出来。好了，那个手冻弄好了，我们就直接来起锅烧油。毕竟这个手冻的体积也不是很大，就这样小一颗，所以油我们放够就好了也不用太多，你太少又不可以你太少的话，它的油 cover 不到它的那个肉的话，等下弄起来就很麻烦了，那个粉会脱掉。油温6成热，我们就可以下这个手冻了，微微一点冒烟就 OK 了。给你炸个30秒炸个30秒。哇，你看它上到的粉是不是很美？炸手冻你一定要火要大要强，因为手冻它是很快熟的东西，它又不能炸太久。有很多人一定在这个时候会讲炸30秒够没？那个手冻都还没有到金黄色那我的下一个做法呢，就是下一个做法就是要第2次的回锅这个才是让那个手冻炸成金黄色的一个步骤。OK， 来，我们就先滤一下这个油把这个油给滤干净，然后直接开大火，让它的油温升到180度以上，就是已经冒烟的一个状态。冒烟了，可以了全部直接下。现在的颜色是不是非常好看了 ？OK， 捞出来，而且又很脆嘞漂亮。OK， 现在我们就赶紧的准备好你的这些码头。在炒之前呢，我们用这个板它当做油来这样子用了炒咸蛋用板它就是黄油会比较香的。现在我的锅是一个没有开火的状态，我们就不要开火先为了安全起见，你不要开火先，我们直接下差不多1汤匙半，看一下够不够先，然后再慢慢开小火先融化掉这个黄油。哇，香到融化了，我们就下这个咸蛋，再慢慢转小火 ，OK， 去炒这个咸蛋，炒到它起泡。OK， 这些小辣椒、咖喱叶一起进来。
如果它泡起不是很多，我们再加一点黄油。来哦。OK， 现在起泡了，我们就撒一点糖，再撒一点味精啊。香刀，漂亮啊！关火，下手动，翻炒。OK， 上，看到吗？这个就叫做起沙。照酒楼的 size， 这个应该是一个中的中的，跟它刮干净一点哦。哎呀，洗白熟啊！不知道餐馆现在要卖多少钱哦？你们懂卖多少钱吗？懂的话，评论区写一下。Oh my god！ 你咬进去，你会感觉到你在嚼的时候，好像有沙这样子，干胖啊！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哈。这一道菜呢，你比较要注意的，前面的步骤都还好了，比较要注意，我觉得是你在炒咸蛋那边 ，OK， 你炒，你不可以一下子你的火太过强，你的火力太过强的话，它会黑掉啊。我也是以前我们学的时候，我们在厨房学的时候，也是做过很多次，一下子火控制不了，那个咸蛋泡整个黑掉啊，这样子就浪费掉了哈。所以在搅拌住那个咸蛋，让它起泡的那个过程，你的火必须要控制到很好，最好是全程小火。如果你还不熟悉的话 ，OK， 全程小火就可以了。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快乐真的是很简单哈。有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惊喜，我们就会很开心啊。就比如讲，爸爸说今天叫妈妈不要煮了我们大家一起去打牌洞吃东西啊。然后我们就会很开心啊快点去换衣啊，快跑到爸爸的车上去等了然后就去外面叫菜吃饭尤其是叫什么菜，尤其是这个咸蛋类的，比如讲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咸蛋手动了，又不用拔那个壳，就直接这样吃。那我也希望你们会找回你们回忆中的那个味道回忆中的咸蛋手动的味道。OK， 那好了，我是阿红，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